这一集我们将这次到九州旅游时遇到的一些状况整理给大家，同时也开箱这次在熊本住的2间饭店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如果手机是 iPhone， 并会使用到 ICO 卡、Suica 或 Pasmo 等交通卡，可以将这些卡片移转到 iPhone 钱包，之后用手机感应就可以搭车，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用信用卡加值。按下右上角的加入键，选择交通卡，往下拉到日本，我们用的是 ICO 卡。按继续的话是购买一张在手机里的 ICO 卡，但我们是要把原本就有的实体卡片转移到手机钱包上，所以要选转出现有卡片，填写卡号后4码，按下一步，往下滑完条款后按同意，接着按照图示将手机放在卡片的中间下半部，就会开始转移卡片。会需要一点时间，这样就完成咯。转移之后，原本的实体卡片就没办法再使用了。之后在钱包就会看到这张卡片，可以看到卡片余额，也可以用 Apple Pay 绑定的信用卡加值。仔细看会发现卡号与原本的卡片不同，不过卡片余额和押金都是一样的。如果在日本时要用 Apple Pay 加值卡片的话，要小心有可能会加值失败。我们换了不同的信用卡还是失败。在日本时打给台湾的银行客服，客服说系统显示是没有刷卡成功的。后来我发现付款时不要用 Face ID， 遮住刘海，并手动输入密码，就可以加值成功咯。往下拉，重新整理，就会更新余额。交易记录也显示加值成功。无论是搭福冈地下铁，还是熊本市电，还有阿苏产交巴士等，都可以用手机刷卡上下车。甚至福冈机场的置物柜也都可以用手机的交通 IC 卡来付款。这次旅程的后面4天，我们都住在熊本，也都从熊本前往阿苏、高千穗等地。前2晚我们住在 JR 熊本站旁边的 The Boston 饭店，从白川口出来，位于右侧的 AMU Plaza 的入口旁，会看到一个隐秘的饭店入口。我们搭可以直通饭店大厅的电梯。办完入住手续，我们前往位在12楼的房间，为大家开箱这间特别的双人房型。一进来，先看到洗手台和窗户，因为是边间，所以有2面墙有采光，而且可以清楚的看到风景。经过一个走廊，就会来到起居空间，是日式木质调和浅色的布置。可能是因为边间，所以房间的空间更大。现在很多旅馆都贴心的提供充电线给客人使用，免费的水、茶包、咖啡包、小冰箱、空气清净机。在走廊中间的侧间，空间有点偏小，要走进来转身才能把门关上。门后面是小洗手台，房间的玄关处旁边是浴室，是有浴缸和淋浴的一体式浴室。房门后面有全身镜，有放行李的空间，衣柜，
保险柜、浴室对面就是刚刚一进门时看到的洗手台。盥洗备品都在这个抽屉。吹风机。9楼客房区旁边有健身房、吸烟室和投币式洗衣机。另一侧有大众浴池。浴池外有冰凉的熊本水可以喝。沙发旁有微波炉可以使用。搭电梯可以通到楼下的阿姆普拉扎。逛街购物非常方便，可惜只营业到晚上8点，我们没什么机会逛到。车站改闸口对面有肥厚好物市场，也有很多餐厅、店铺和伴手礼店。回到饭店，9楼有观景台，可以看到熊本市景，白天可以看到阿苏群山。我们住花开饭店2晚是台币8738元，非常划算。设备装潢都很新颖，服务也很亲切。最喜欢的是它的地点，交通非常便利。第二间是位在新桃町西市街商店街里的 REF 饭店，饭店入口在商店街里面。我们搭电梯来到2楼的接待柜台，这里有好多漫画可以看，也有沐浴乳、洗发露等备品，需要的话可以自取。早餐是熊本特色料理，餐厅也在2楼。想知道早餐有哪些特色料理，可以看之前的影片介绍哦。餐厅这里有饮料吧，供应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1点。其他主要的设施在3楼。大浴场有开放给非住客预约付费使用。如果想吃饭店的熊本特色早餐，在入住时向柜台登记并付款即可。退房时把房卡丢在1楼的箱子就好，很方便。来开箱我们要住2晚的房间，是间简约又干净的双人房。玄关旁挂着吹风机还有浴衣。为了节省空间，电视可以转过去面向床铺。床头左右各有一个插座和 USB 充电孔，还有灯的开关。虽然房间小，但还是有放一个沙发。餐水柜。因为空间有限，饭店推荐旅客们将行李放到床下，一般的行李箱摊开后就可以放下去了。但我们其中一个是胖胖箱，因为太高就没办法放进去。小冰箱。空气清净机。一体式浴室，感觉比较小间。浴缸也蛮小的，脚要伸直有点勉强。这间饭店没有提供瓶装水，不过可以到3楼的饮水机装水。如果挂不用打扫牌，毛巾会像这样挂在门把上。我们住的这层楼只有贩卖机、微波炉、纸杯和冰块可以使用。来到大浴场所在的3楼，右边有贩卖机和投币式洗衣机。可以借用水壶装水回房间喝。也有投币式按摩椅，以及免费提供的冰棒。住REF2个晚上，总共7916台币。房间偏小，2个大行李箱摊开后就没有走路空间了。但饭店设施功能齐全，交通也方便，
对街就是樱町熊本，走路就可以到熊本城以及鹤屋百货的熊本熊广场。距离我们上次拜访九州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。这次来到熊本，发现几乎80%左右的店家都可以用电子支付，尤其 PayPay 几乎到处都能用，这次反而很少用到现金。我们在游步院的温泉旅馆也是用 PayPay 结账。PayPay 基本上有2种付款方式，一种是店家提供 QR Code 让消费者扫码，我是用玉山 Wallet 开启 PayPay， 按扫码付，跟店家确认支付金额并输入。下一步确认付款。PayPay， 听到 PayPay 的音效就是付款成功咯。另一种是出示自己的 PayPay QR Code， 按条码付，确认出现的是 PayPay 的条码就可以给店家刷。玉山 Wallet 绑定的是信用卡，我们这趟旅程几乎都是用这个方式支付。接口支付的话，在日本境内开启 App 就会自动询问是否切换日本版。不过接口只能绑定银行账户付款，且回馈的是接口币。一样有出示付款码和扫码等2种方式付款。全支付也是绑定银行账户付款，操作起来大同小异。记得国家要选择日本。大家可以自行查询各家的支付回馈等优惠，再看要选择哪种方式支付。之前在阿苏那集，我们提到搭直升机最好是尽早到现场划位。而关于搭乘人数的相关规定，官网有写到，一台直升机需有2位以上的乘客才会飞。如果只有1人，会有2种状况：一是跟其他人共乘，二是如果没有其他人可以共乘，就需要付2个人的费用。不过，如果一直都还是只有山上的营运处有营运，人潮就还是会从暂停营运的动物园转来山上，应该比较不会遇到没有人可以共乘的情况。直升机的费用可以用信用卡或是交通 IC 卡支付。虽然售票处后方有待合室可以休息等待，但是没有厕所哦。虽然官网上显示周一到周日都有营运，不定休，但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天气或是火山活动的变化而暂停营运，千万要留意哦。如果携带3边总和超过160公分的大型行李搭乘新干线列车，就会需要预定特大行李放置处附带席，尺寸差不多是26寸以上，就是搭飞机最常会托运的尺寸。在九州 JR 官网也有详细说明，通常座位都会在车厢的最后一排，有预定的人就可以将大型行李放在座位后方的空间，也有部分车型是有专门的放置区域。如果没有预定这种座位，但却携带了大型行李，就有可能会被乘务员开罚1000日元的罚金。如果预定的放置处被别人占用，可以请乘务员来处理哦。车票价格和一般指定席或商务车厢指定席相同，但要选有标示特大行李放置处附带席的选项才行。预定完成就会显示座位类型和号码咯。最后，使用 JR Pass 没办法在网络上预约特大行李放置附带席，只能在绿色窗口预定，要特别注意哦。其他可能会有的疑惑，可以参考官网说明页面。以上就是这次九州熊本之旅我们有遇到的状况，以及解答部分网友留言询问的问题等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讨论哦。九州熊本系列要告一段落了，希望这些影片对大家去九州、熊本旅游有帮助哦。敬请期待未来的影片。